假设一下，我们现在80岁，身体非常健康，没有任何的慢性病史，但你有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小毛病，就是太难睡了。不管用什么枕头都会脖子酸，还有经常性的落枕，而且看一下手机或是电视就会开始头晕。这种症状要我来猜的话，我会猜可能是颈椎过直，因为颈椎过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退化性疾病。只要你每天都需要低头、用手机、看书、用电脑，颈椎过直几乎可以说是必然会发生的。但今天之后情况可能会有点不一样，因为透过这部影片，我会让你知道怎么样保养颈椎，让你的颈椎每一节都能保有弹性，进而帮你延缓颈椎退化的速度。从颈椎侧面的透视图可以看到，它有一点往前凸的弧度，这弧度刚好让头颅重量可以平均分散在椎间盘上。不过在低头的时候，这个弧度会消失，颈椎变成一直线。而颈椎的力学结构属于第一杠杆类型的关节，第一杠杆关节就像跷跷板中间的那个支点一样，左右两边都一样重的时候才能平衡。如果只有一边比较重，另一边就要出力拉住才能平衡。所以如果颈椎伸直了，前面的力臂变长，颈椎后面的肌肉就要出更多的力才能拉住头颅。所以低头等于颈椎伸直，等于颈部肌肉紧绷，这个关系链你应该弄清楚了。但颈椎毕竟不是真的跷跷板，不能定在地上保持稳定。相反的，颈椎本身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结构。从解剖图上可以看到，颈椎是由一节一节脊椎骨、椎间盘、韧带用堆积木的方式堆起来的。低头的时候，脖子上的肌肉虽然可以出力拉住你的头，但拉太久肌肉也会疲劳没力，这时候就会变成韧带拉住你的头。只要是韧带被拉久了都会松掉，韧带一松，脖子就少了一个可以把头拉回中立位的力量，头就会更自然的往前掉。这个过程就是肌肉失衡，导致韧带代偿，再导致韧带松脱，最后肌肉被拉长，最后再度失衡的恶性循环。在这么大又持续不断的外界压力影响下，颈椎的排列形状就从曲线被拉成直线了。拉直后的颈椎因为韧带松弛，肌肉无力，会变得更不稳定。椎间盘长期承受前大后小的压力，很容易往后突出，最后整个颈椎固化在这个角度，原本的弧度变成一条往前倾斜的直线，就是我们在复健科非常常见的颈椎过直了。颈椎变直之后，你会变得很容易落枕，然后脖子的可动范围越来越少，这就是我们说的活动度受限。健康的脖子应该要左右侧点头可以45度，左右转90度，下巴可以碰到胸骨，抬头脸可以和天花板夹角15度。低于这个范围都可以判定有颈椎活动度受限的问题。假如颈椎过直的很严重，压迫到神经，还会出现头晕手麻、耳鸣的现象，最后严重失眠、浑身无力，脖子永久性变形，出现明显的富贵包。这时候的颈椎就已经退化到不可逆的状态了。其实颈椎变直是一个随着年龄增加不可避免会发生的事情，但我们想要在80、90岁的时候还可以享受无痛颈椎，就必须在还可以逆的时候介入，延缓颈椎退化的进程。因此，我们有2个选择，一个是永远不低头，一个是跟着我一起做后面的运动，放松，训练你的颈部肌肉，用肌肉保护关节和韧带，是保持所有关节健康灵活的最佳选择。缩下巴运动，缩下巴运动可以训练颈椎后侧肌群的力量。一开始练习下巴往后缩，带动颈椎往后移，再加一个往上延伸的动作，练习整条颈椎一节一节的往后移动。习惯之后，准备一条毛巾或弹力带，放在后脑勺，双手抓住毛巾，手肘夹紧身体，下巴后缩，带动脖子。不要忘了颈椎要有往天花板延伸的力哦。一下停3秒，一组做12下，一天做3组。矫正颈椎时，下巴不要过度回缩，保持眼睛下巴一直线。除了后脑往后顶住弹力带外，可以多个往上延伸的动作，多一点颈椎牵引的力气，拉开脊椎间的距离。颈椎过直的人，后侧颈伸肌的力量都会相对弱，这个动作就可以帮忙加强颈椎后侧肌群的力量。缩下巴加活动肩颈，缩下巴运动熟悉之后，一边缩下巴，一边搭配肩颈肌群的训练。缩下巴加耸肩，停留3秒。
这动作可以活动上斜方肌、提肩胛肌和菱形肌，缩下巴加压肩，停留3秒。这动作可以活动下斜方肌、阔背肌等等，缩下巴加旋转肩颈10秒，可以活动所有肩颈周边的肌群。3个动作做完算一下，一组做5下，一天做3组。提到颈部的问题，绝对不能忽略肩颈周围的肌肉。透过这个动作，可以一起活动肩颈相关肌群，是一个很好的上半身保养运动。毛巾旋转，一开始将毛巾放在耳后骨头凸点上，双手交叉抓着弹力带或毛巾，靠近自己的那只手往下放，离开自己的那手往反方向带着头旋转，手拉动毛巾带动骨头凸点，骨头凸点带动头颅，头颅带动脊椎旋转，慢慢回来。这动作要注意的是，头顶往上延伸长高，下巴不要往前凸，做旋转动作就好，不要出现前弯后仰的代偿。旋转完之后，往下一指扶，往上往下做到肩线的位置。换边，一组做3次，一天做3组，动作越慢越好。如果会出现头晕想吐的感觉，就马上停止。矢状活动度增加，找到发际线，双手放在颈椎正中往旁边一指扶的位置，缩下巴顶住手后，轻轻仰头10度，由上而下，一节一节的增加单节颈椎后仰的活动度。这动作可以活动每节颈椎，颈椎过直的人，不管是低头还是仰头的动作都容易受限，可以用这个动作维持颈椎的活动度。这动作要注意的是，千万要非常轻，不要往下压，尽量往上延伸之后再往后仰，确保整条颈椎往后顶到手之后，维持颈椎顶手往上仰头，仰头幅度不要太多，因为平均一节颈椎的活动度10度，如果后仰太多就动到其他关节咯。动作越慢越好，如果会出现头晕想吐的感觉，就马上停止。颈椎要变形，绝对不会是1天2天的事情，所以偶尔低低头也不用过度担心。我们要担心的是维持一些不良的姿势太久而不自知。为了让你避免长期维持不良姿势，我帮你整理出几个很舒服但不建议维持太久的日常动作。头躺在沙发扶手或是床头柜上，这个位置会强迫颈椎卡在过直的位置，肌肉无法出力，颈椎后侧的韧带、软骨、关节囊会被拉紧，时间一久，韧带会松弛。韧带这种软组织一旦松弛，就真的回不去了。睡太高的枕头或是太软的床垫，从侧面看起来可以发现，这也会让颈椎卡在伸直的位置。低头，特别提醒，如果低头手会麻，抬头会头晕，或是有习惯性落枕，都建议尽快找时间约一下骨科或复健科医生，详细检查一下颈椎，把所有可能的颈椎病都扼杀在萌芽阶段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会造成颈椎过直的动作都有一个共通性，就是头颅移动到身体前面。没错，头往前移，造成第一杠杆关节失衡，就是会导致颈椎过直的主要原因。当然，偶尔低头或靠一下沙发是一定没有问题的。你要记得，会造成问题的永远是维持同一个姿势太久，即使是正确姿势，维持太久也一样对身体不好。定期的放松，有事没事多起来走动走动，养成运动习惯，永远是对身体最好的解法。颈椎并不是独立结构，如果要做到整体的评估，内容会远比这部影片讲的还要复杂不少。比如胸椎过直也会让你看起来虽然好像没有低头，但颈椎却一直放在低头的位置。还有头前伸，活动度全部都集中在最上面和最下面的颈椎，而导致颈椎过直。另外还有像小面关节或是椎间盘等等的细节，每个单独拉出来又是可以展开好几个系列的内容。但是你不用急着全部学完，假如你的目的只是想要延缓退化，也可以直接参考我们的运动就好。我们今天有机会能学习延缓退化的知识，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，因为这代表着我们都越来越长寿。长寿的本质是一件好事，但过早的退化反而可能会让长寿变成一种折磨。我们跑不赢时间，退化也是必然，但踏实的做最好的准备，就不用把健康都交给命运。那以上就是本部影片所有内容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帮我分享出去，这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